5年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大我6岁，但是我们从同事发展成了情侣，我们恋爱了。我们是一对姐弟恋，我们相处了有5年的时间，但是我们这段感情一直不被家人所看好。我做事情喜欢先计划，然后再行动。可能别人都会觉得我性子很慢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周全。我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，我做什么事儿都是比较急的那种。他呢是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慢，需要等。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我们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。现在他着急结婚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，所以我觉得再等一等，又不是不结婚，不用着急。我觉得我的年龄已经大了，我想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想要结婚。然后他呢，一直是让我等，他认为是他的年龄还小，而且我们要以事业为重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所以我很急，一直在催他。这么看起来，今天是来逼婚的啊！来，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陆，27岁，来自江苏，自由职业。女嘉宾3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同样是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今天是来跟他摊牌的吗？是的。要不然结，要不然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想结吗？也想，一直生活压力比较大，然后经济基础还没有达到，所以我觉得结婚的条件还不成熟。哦。然后他总觉得我问题很多啊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那我简单的问一问好不好？这个认识5年了是吧？对。当时是在。北京公司上班的时候认识。那就2个人一直在北京相处是吗？现在我们回到哈尔滨了，回到我的老家。回了多久了？1年。回去1年，当时为什么要回哈尔滨呢？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学校，所以就想回老家发展了。什么样的学校呢？我们学校主要是自闭症儿童和那个特殊儿童的一些康复训练。哎，这个很好哎。能帮到很多的家长，等于回哈尔滨创业了是吗？对。谈了5年恋爱，在这5年期间提过要结婚的事儿吗？我一直挺想结婚的，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。啊，年龄不大，33岁大什么？我想有个家呀。所以我想结婚了。啊。但是他呢，就是从来没有提过。阻力在哪儿啊？可能是因为他父母也嫌我年龄大吧。然后呢，他呢，就是我们2个在上班的时候，他曾经就是勾3搭4过跟女同事。啊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年龄大了，就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在你们恋爱期间，就是在北京恋爱期间，他曾经有过情感漂移的时候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我那不叫情感漂移啊。那时候我们化妆品公司啊，同事基本上。你那本来就是嘛，你跟女同事发微信，发短信、打电话，然后不让我看。我们公司工作性质吧，很多都是女孩子啊，然后客户也都是女的，跟女同事之间就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工作的一些聊天啊，工作的一些咨询，很多信息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呢？我没不给你看啊。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聊还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不是都想嫁给他了吗？对，我现在跟你不提这个了啊，就可以翻篇了啊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受不了的了啊。从回到哈尔滨开始啊，抽烟喝酒，然后夜不归宿，这都是他干的哦。每天得1盒，平均1盒的烟。他以前不抽烟不喝酒是吗？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。是到了哈尔滨之后。对。哦，哈尔滨，你说。工作问题那么多，压力那么大，每天所有的事情都得我去面对，我也没有什么排忧的方法，只能抽烟了。那你喝酒呢？你自己说吧。你喝酒1个星期有6天在外边喝酒吧？啊，每次不喝吐不回来。你说来哈尔滨，从去年我7月份来一个朋友没有，我到现在一堆朋友，不都是应酬交际来的吗？哪一场应酬哪一场交际不需要喝酒？人家应酬都要喝酒啊。你们东北人。那方式教我的方式你不了解吗？哪一顿饭不得喝酒？找人办个事情，你说不把人陪好了，能给你办事吗？对不对？
你不把人陪好了，人觉得你不给面子。我说你全是理由，那你说说吧。我想问你，你为啥夜不归宿啊？啊，我说过吧，不允许不回家，不论你喝到几点都必须回家吧。我那1年就2、3次，而且你都知道的。我朋友从外地过来了，我招待他们，哈尔滨朋友陪我一起招待他们，喝得挺晚的了，12点再去唱个 K， 然后唱完 KTV 再去洗。朋友说去洗浴吧，我说行，我去洗浴，洗完澡都挺累的，3、4点了，我觉得回去还有意义吗？我就在那睡着了。怎么没意义啊？我说过不允许不回家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在外边干什么呀？双方父母见过吗？自己都相互见过，只是父母之间没有见过。你父母对他什么印象？挺好的。觉得我年龄大，你为啥不实话实说呢？那是以前，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家人也没有反对了，对不对？都觉得挺不错的，也没有什么意见，对吧？也没再说你什么了吧？说不说我哪知道？你从来不跟我说，除非喝酒喝多的时候才会跟我偶尔说起来。哦，他喝多酒会跟你说什么？就说啊，他父母嫌弃我年龄大，觉得我年龄太大了，然后跟他不匹配啊。他儿子这么年轻。哦，你父母怎么看待你们这段姐弟恋呢？我父母现在还好吧，因为我父母觉得我自己选择的，然后要是如果喜欢或者幸福，我父母就支持我嘛，也没有说太多。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？除了不结婚之外，这件事儿没有安全感。而且他现在我觉得性格慢性子，我们两个不太合啊，因为他是南方人嘛，我是那个北方人。然后年龄也有差距，他性格可能也不定性，而且做事儿特别慢，我完全受不了。我们家房子下来了，装修给我装了1年，到现在没装好。人家房子装修2、3个月结束了，我们房子装修装1年装不完。谁买的？我们俩一起算赚钱买的吧。哦，当时我给你找了4、5家设计公司，你都不满意出的方案，我最后找一个朋友。设计师给出的方案，你就相中那套方案了。但是这朋友帮忙免费的，我也不能总催人家给咱出图纸，施工到哪一步都得需要出图，对不对？但是也不至于1年吧。而且我如果不催你的话，方案你永远拿不出来。我们那个学校搞活动的时候，我让你给我出个方案，你可好？出了7天半个月。你自己说一说，我们活动急得不行了，然后老师都等着彩排呢，就等着你这活动方案。你可好？给我出了这么长时间，老师都没有时间彩排了。你4月2号世界自闭症日，你哪天告诉我的？你3月1号告诉我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你告诉我现场会来1、2千人，需要跟电台合作，跟广播电台做推广，还有很多社会组织过来。你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们作为主办方去推广去做这个事情，肯定要把它去做好了，而不是校内去搞一个什么小的活动，随随便便就去做了。你总得给我时间去做策划，对不对？活动做了吗？最后做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那关键是已经没有时间彩排了，做的不是特别圆满的，我认为。我觉得做的挺好的，哪一点不好了？我们想要的结果都得到了。我说你啥，反正你都能有对付我的理由，对吧？不是。那你这么能做，那为啥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，你非得让我回去呢？再三的催我回去给你当客服，给你做饭，弄得我眼睛做个双眼皮没做好，都给我毁容了。你那双眼皮手术，医生说15天就修复期就完事儿了。谁说15天的？人家都得休息1个月。广州的天气你不知道有多热吗？但是你也知道，广州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做服装批发，那么多客户慢慢起来，每天要给他们发货接单子。那你不是能吗？你自己来呗。我忙不过来，但是结果是不是好的？我们也赚到钱了，对不对？你双眼皮手术坏了，你再重做不就完事了吗？那不有修复手术吗？行啊，这个今天咱们不是美容节目啊，听起来矛盾重重哈。当初回哈尔滨是谁的主意啊？回哈尔滨他的主意，当时我其实不愿意回来啊。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，广州我们一直进展的挺顺利的，我们把广州所有的事业都扔下了，就因为他催促非要回来投资这个学校。但是我同学人家已经把房子租好了，人家就等着咱的资金呢呀。但是关键他没有资金，他开不起来了呀。你了解这个行业吗？咱不说特教、幼教都没有了解过，你说突然回来做改行做这样的行业，但我同学做过呀。你再做过，你能保证盈利吗？我们把所有的资金拿回来都去投入到这里了，我们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里了，广州的生意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1年了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收入，这不是没有结婚的原因吗？我一说这个，你就给我拿出来这个话，就想让我撤资的。房子、车子我们自己买了，那结婚你为什么不能让你父母出点钱呢？没有说不出啊，
说过吗？咱俩你怎么没说过呀？我一跟你提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说为什么要啃老？我什么时候啃老了呀？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觉得老人年龄都挺大了，挺辛苦的，他们挣点钱，我就让他们留着养老。咱俩都有能力去赚钱，我希望咱们自己把这个经济条件基础去准备好了，咱们再去。那得什么时候啊？但是我现在想结婚了呀，我年龄大了，你是不着急呀？你比我小6岁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会结的，只是现在生活压力挺大的，事业也没有成功，而且没有固定的收入。缓缓吧，不着急，都5年了，再等5年。那我等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年龄这么大了，我怎么等他呀？再说了，他年龄这么小，万一他哪天变心了呢？而且现在天天晚上出去吃喝，我又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，打电话又不接，有的时候还不回家睡觉。我知道你干嘛呀？我都说了，那都特殊情况，对不对？我一共就那么1、2次、2、3次的。你总说特殊情况，我都说了，就是不允许，不行。其实这2个人的相处模式，或多或少也看出一些来。女生大概心里是害怕这段感情没了，所以想有一个婚姻的形式来保卫它，是吧？好，老师们如何帮他们做分析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白老师，用婚姻根本就拴不住一个男人，因为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他结了婚有了孩子，离婚的多的是。所以婚姻想要去拴住他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。你们俩人的相处模式，一个妈妈和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儿子的那种模式，简直太像了。在我的咨询室里，经常会有这种母子的这种唇枪舌战，然后就是最后就是儿子就会说，不论你怎么说啊，反正都得听你的，是吧？妈妈说了，对，我就是不允许你怎么样。儿子说，可是我想怎么样。妈妈说了，不允许，就跟你刚才说的那口气是一模一样的。在夫妻关系当中，有没有这样的相处模式的？有，可以有，真的可以有。但是，姐弟恋，姐姐千万别做成妈，因为做成妈了之后，真的特别的累。妈妈需要包容，妈妈需要保护，妈妈需要接纳，妈妈需要原谅，妈妈需要隐忍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不自觉地把自己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会特别的累，而且还不讨好，还得不到别人的心疼，而最终你的孩子就会长大，长大之后会干嘛？长大之后他就会谈恋爱、找对象、结婚啊。所以你以为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，我无限的包容，我帮他做决定，我去怎么样，我就能够最终获得他的感恩，但是你只会获得他对你的埋怨，因为你剥夺了他的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，作为一个男人的智慧，这些都被你剥夺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姐弟恋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学会去做女人，去做一个小女人，让男人焕发他内心的价值感，他才能够去为你撑起一片天空。否则他会在你的羽翼之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萎缩，越来越萎靡，越来越无能，而最终你就会发现你养了一个没用的孩子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徐总，想跟他结婚，甚至于想回到哈尔滨发展事业，我不太相信100%都是因为那个朋友已经把那个房子已经租好了，资金急需你的投入。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把广州拉到哈尔滨？你其实心里应该还是有一定其他的原因的。我说白了吧，就是你觉得你控制不住他，你就是想把他甭管通过什么方式拉到你的身边，你的家乡，在你的地盘当然是我做主了，对吗？也许不全对，但是那个意思他体会到了。为什么他现在沾染上了那些恶习？交的那些朋友其实就是酒肉朋友而已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就要找一些自己的空间，让发泄一些在你这儿根本无法去发泄的事儿。小伙子，你拖着他，他比你大，你知道的，他所有的不安全感你也是清楚的。现在唯一能够证明你爱他的，就给他一些真心，踏踏实实做点事儿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涂老师。
在这个舞台上，或者在生活当中，每当要结婚的时候，总是有一类男人会说这样的话，就像男嘉宾说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结婚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，我希望再累积数年。再说的美一点，是我不能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。其实，潜意识当中只有2种原因。第一种原因就是你不是最佳的结婚对象，我在等。第二，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达到我自己认为我最辉煌的状态。所以女生，你不要掩耳盗铃，你自己明明清楚，在这个生活当中，你们是不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，还是真正的伴侣？如果只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，你也不要去后悔陪他度过了这些年，那是你心甘情愿。如果他真的不爱你，结婚最后只有你更痛苦。那对于男生来说，如果你内心真的对女生只是一个感激，只是觉得她作为一个好老师，作为一个好朋友，在这些年的生活当中教会了你很多，那就请你跟她不要谈爱情，今天说声谢谢，转身离开，至少还尊重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但如果你内心觉得你真的是不能错过与他在一起将来的幸福日子，就不要拖延，该结婚你就结婚，就这样。或许他们说的有所偏差，或许不幸他们恰恰说到了你的痛处。我觉得这都不重要，因为这个舞台提供的就是不同角度的一个思维方式。你们相处的最久，你们知道彼此中间的那点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男生想清楚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要考虑到他的处境；如果不爱的话，就赶紧说。所以为了不那么拖拖沓沓，不如今天大家就彼此亮剑吧。啊，要结就结，不结就得了，给一个痛快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我们走了那么多年，到今天挺辛苦的。我们一起奋斗，去了那么多地方去创业，辛辛苦苦走到今天，那些美好的回忆我都记得。我知道我的毛病，我一定会改的。我会推掉所有的应酬，早点回家，我陪你一起吃晚餐。我戒烟，不需要你的催促。我做事会认真。好，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啊！来，请关门。5年的一段恋情，其实现在就面临着最后的方向在哪儿？真相就是这样。其实当事人心里都清楚，只是不愿意去面对。一切看他们自己吧。请开。老师说的话，请你们听在心里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给那个叔叔。好，谢谢。那好。来，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亲爱的，一直欠你一个求婚。其实我想过，借助今天的舞台，做出人生最大的决定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爱你。
真爱他哈，爱他就娶她，不爱他就算了。你真爱他吗？真的。啊？真的。你看着他眼睛说一次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姑娘，你信吗？信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哎，来吧，要保湿易背湿啊。祝你们开心吧！哎呀。